我心目中最被高估的电影就是《阿甘正传》。只要有在关注电影的人，一定知道这部经典一定是必看。就算没有看过，你也一定听过。马云甚至将阿甘比拟成自己创业中的精神导师。这部电影获得1995年奥斯卡13项大奖提名，并获得其中的6项大奖。所以，它是一部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吗？为什么《阿甘正传》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伟大呢？我将在这支影片为你们揭晓。大家好，我是郝云相，这是个专门培养电影人、影评人的频道。如果你对电影有兴趣，也欢迎加入我。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第一时间的内容。我先声明，影片中的观点皆为个人立场，若有不同的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不过，请大家理性留言，谢谢大家。其实阿甘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塑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首先说阿甘，你们想想看，现实生活中有谁能和他一样，只要完全服从命令、规则、权威，然后努力实践，你就会变得有名气，变成全国的明星，甚至是外交大使。然而，只要跟女主角珍妮一样，反对社会规则，你就会变得凄惨，最后得到艾滋，然后孤老终生。那电影结局呢？那位极度叛逆的珍妮，最后还是回到阿甘的身边当工具人。这种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最后孤老终生的电影，单方面的区分好或坏，完全不具备让我们动脑思考的地方。我们就照着企业老板所说的，照着父母告诉我们的去做，然而人生就会一切顺遂。真的是这样吗？《阿甘正传》某种程度来说是一部反进步的电影。阿甘这个角色经历了美国60到80年代的兴衰。美国在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经历了许多风波，例如3K 党、越战、黑豹党、水门案等等。既然要拍这些历史题材了，那对于美国历史的质疑点在哪里？对于这些政府或民间的组织想法是什么？阿甘的历史事件中从没有任何一刻质疑上级。若真的要使社会进步，建立更好的国家或社会，那就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，而不是将一个角色丢入其中，塑造为一位勤奋努力的角色，然后把它包装成一位能实现美国梦的代言人，用娱乐轻松的方式带过，却毫无交代。阿甘正电影中的角色反进步思想贯穿整部电影。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部大外宣电影？我们看到阿甘在多个历史事件中出现，我们作为观众却无法从中真实感受到当时的美国背景，那个象征60年代打破传统自由思想受到强烈抨击。电影只传达出珍妮与她的嬉皮士们颓废的形象，那个公路旅游、性解放的奔放精神跑去哪里了？完全没有传达，而电影只是将它污名化。将这些懒惰、邋遢、放肆生活的标签贴给了珍妮与她的嬉皮士朋友。好，如果你说导演的动机是想要赞扬过去美国50年代那个纯真传统的价值观，并且讽刺那个荒唐、自由到没有法度的60年代，让珍妮这个角色因为向往进步而遭受到生活无情的打压，最后却换来了艾滋病，那我只能说这个手法过于拙劣浅薄，且非常的不客观。谁是好人跟谁是坏人这个帽子扣得非常随便，让我感觉导演真的只想把观众当小朋友在耍。又或者退一步的去想，这是否是一部美国的大外宣电影，抹去他们觉得形象不好的部分，展示只有美国表面经历了多少政权轮替或是历史事件。我看了网络上不少美国以外的影评提到，这是他们中学或高中老师在历史课教导他们的美国史方式。呵呵，我想这也算是一次成功的大外宣洗脑吧。讽刺的是，若60年代有概念的朋友，你们肯定知道，现今有多少的电影、文化、艺术、思想都是受到那时代所启蒙的。这种胡乱贴标签的做法，我实在不敢苟同。越战在电影中被塑造得非常诡异。越战的发起主因是因为美国想要控制该地的共产政权。美国对于越南的侵入至少造成了10万名的平民死亡，而过去越南并未造成美国极大的威胁，因此这场战争可被视为一种帝国主义侵害的象征。它不是一个拿来让观众觉得娱乐有趣的题材。吊诡的是，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看到的是一场阿甘的冒险故事，播放着轻快的流行歌。而对《阿甘正传》来说，越战只是历史的一部分，或者精确来说，只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。轻描淡写、娱乐的带过，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非常自大且非常美国中心主义的。
我拿另外一部电影科波拉的《现代启示录》，如果你不知道导演，那你一定听过《教父》吧？没错，就是那位。《现代启示录》中角色的内心道德观和何谓的美国正义，在这两个想法中来回的摆荡，过程中承受着内心的折磨，不仅能引起我们的情绪共鸣，引起我们的独立思考。反观《阿甘正传》将越战娱乐化，播音乐轻易的打发，两部电影做比较，高下立判。奥斯卡的最佳电影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议。80年代以来，奥斯卡变成了一项营销的活动。获得奥斯卡的主要奖项，能获取巨大的电影曝光以及数不胜数的财富。剧情片在奥斯卡的历史中有着高达93%的胜率，科幻片跟恐怖片就不受待见。这些剧情片只要符合以下几个范畴，像是小说改编、真实故事改编、历史剧、传记电影或是残疾电影，都有着极高的胜率。所以想要获得奥斯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，只是你了不了解游戏规则。要赢得奥斯卡是有一套模式可以遵循的，而且只要在这个产业待得够久，你就能够赢。许多导演也遵循这个公式去制作电影，因此你会觉得过去的奖项电影好像都是似曾相识的东西。我们来剖析《阿甘正传》这部电影有没有符合这个公式。小说改编、残疾主角、跨越不同时代的历史，导演辛密克斯早就在这个产业是大佬了，所以拿下小金人只是刚好而已。我想做这部影片是想要带给大家不同的观点。我知道《阿甘正传》在许多人的眼中有着崇高的地位，但希望透过这集的影片能让大家更客观地审视这部电影。即便这部电影有着极高的知名度，但你不能否认这部电影还是存在着许多缺陷。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，可以试着消化我的观点，重新去看一遍这部电影，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想法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并顺手打开订阅小铃铛。有不同的想法也能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我祝福每一位按赞的朋友身体健康，工作赚大钱。我是好印象，我们下次见。